一拜天地。大哥，不能拜！我昨夜才将身子给了你，你今日却要弃我不顾，迎娶嫡姐。你若不认，我现在就绞了这头发去做公子。王婉，顾言，今日是你我的大婚，你确定要在这种时候丢下我去接她？林宁，林婉婉也是你妹妹，你要她死吗？你素来要强，这种场面你自己应付得了。婉婉柔弱，她离不开我。小姐，侯爷他大人回来了，还穿着您的嫁衣。那不是林家大小姐该穿的戏服吗？怎么穿在别人身上？诸位，今日迎亲路上出了差错，由于下人疏忽接错了新娘，这位才是我顾言明媒正娶的妻子。至于林宁，她满腹心机，设计顶替嫡妹，妄图高嫁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还请诸位做个见证。身为嫡姐竟然干出这种事，真是满腹心机，恶毒至极！都给我闭嘴！接错了，顾言，昨夜是你让人传话，说下人弄脏了我的喜服，要我穿寻常红衣应急，原来竟是把我的衣服让给他。婉婉是庶女，本就受尽委屈，那身喜服奢华，婉婉身为我的心上人，自然她穿才配得上。姐姐，我本打算剃度出家成全你们，可侯爷……哼，别理他，继续拜堂。一拜天地。既然你们想演，我便陪你们好好玩玩。你还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和婉婉马上要洞房了，难不成你想观摩？顾言，今日之事，你应当给我个说法。婉婉对我一往情深，我自然要对她负责。不过，你若愿意，我可以择日迎你进门做平妻。你们本就是亲姐妹，定能好好相处。我不愿意。两家婚约本就未曾约定娶谁，他娶林婉婉不算违约。我讨个说法，不过是想要一句准话，从此划清界限，两不相干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抢了你的婚事。虽是我先进了侯府的大门，但后宅始终是以你为尊的。姐姐，请喝茶。林宁，婉婉已经如此低声下气了，你还不赶快接过茶水？婉婉，怎么样？伤着哪儿了？我不疼，侯爷别生气，不怪姐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这副样子和年幼时在爹爹面前陷害我时一模一样。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只会这点老伎俩，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林宁，你竟如此恶毒，在大婚之日对自己亲妹妹下手！你既然这么信他，那便好好看清楚。你敢打他？林宁，你这个悍妇！这才是我的手笔。林婉婉，收起你这副假惺惺的作态，我看够了！滚！你给我滚！立刻滚出侯府！顾言，你记住，这世间没人离了谁活不了。正妻之位还是侯府荣耀，你爱给谁就给谁。我林宁绝不会踏入你顾家侯府半步。这烂到根的侯府，谁爱嫁谁嫁，我会边疆做我的戍边女将军，不香吗？3年前，我以男孩身投身军营，从小卒做起，九死一生拼下镇北第一女将军的名号。这世间唯有皇上知晓我的真实身份。若不是老头子装病逼婚，这京城我是真不想回来。我本就不愿困于后宅，碍于祖训才收敛锋芒。顾言、林婉婉，你们倒是成全了我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家的大小姐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堂堂嫡女，大张旗鼓被花轿接走，结果连侯府的门都进不去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林宁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今日之事，你让林家的颜面彻底扫地了。
瞧瞧这一身风尘气，粗鄙不堪，整日只知道舞刀弄枪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难怪没人要。难不成你还真做着当女将军的春梦吗？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我朝100年以来只出过一位女将军，那等人物岂是你能肖想的？你看看婉婉，温柔贤淑，多会讨人欢心。若不是你性子太烈，惹得顾言不喜，今日风风光光嫁入侯府的，本该是你。爹既然这么有空教训我，倒不如多花点心思，想想过2日怎么给林婉婉的谋逆之罪开脱吧。谋逆？林宁，你少危言耸听！婉婉嫁入侯府是泼天富贵，怎会沾谋逆？我看你是被退婚疯了，才咒你妹妹。大小姐编瞎话的本事真是见长啊！谋逆是杀头大罪，我家婉婉可不敢。你怕不是嫉妒丢了脑子？让开！你站住！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，你竟然对我吆五喝六，这些年的规矩你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！孽女，你给我滚回来！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规矩？你个孽女！哼，还真是在吓唬老子。这都2、3日了，京城风平浪静，婉婉在侯府好着呢。我就说嘛，那死丫头就是见不得咱们婉婉好。岳父岳母，小婿携婉婉回来看望二老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回来就好。瞧瞧，还是咱们婉婉有福气，嫁入侯府，这辈子算是彻底不愁了。咱们婉婉才是林家的骄傲，不像某些人，空有一个嫡女的名头，除了会给家里丢脸生事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大小姐，老爷请您下楼用膳。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还不快见过你妹妹和妹夫！林宁，上座是婉婉的，她如今先进侯府门，是侯夫人，身份不同了，你也该懂点规矩。侯爷，您别责怪姐姐，姐姐毕竟是林家嫡女，理应坐在这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不必让。阿宁，你听侯爷的，快把位置让给婉婉。凭什么让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是林家，还轮不到一个只会摇尾乞怜的庶女来做主位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今日非打死你这不孝女不可！圣旨到！镇北侯顾言夫人林婉婉接旨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身份的鸿沟，定是皇上圣明。听闻我新婚大喜，特意降下赏赐贺我新婚。顾言，一会儿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侯顾言胆大妄为，毁坏御赐之物，乃大不敬之罪，所令暂免其爵位，罚没半年俸禄。即日起闭门思过，庶女林婉婉德行有亏，德不配位，贬为庶人，钦此。什么？毁坏御赐之物？公公，这不可能！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亲口所言，怎会有错？那御赐之物本是圣上体恤林大小姐特意赏下的嫁衣，可你们林家倒好，竟然给了一介庶女穿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任由这庶女欺负到林大小姐头上，简直荒唐至极！公公息怒，本侯当时误以为那只是寻常嫁衣，这才放肆！那是圣上感念将门功勋，特意赏给林大小姐的荣宠。你一句寻常嫁衣，就想遮过大不敬之罪吗？他那日一眼觉得我不配那嫁衣，于是动了私心，偷偷内下留给林婉婉，想博她一笑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公公明鉴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姐姐，是你害我，你故意不告诉我，就是想看着我死。陛下说了，顾言知法犯法，本该严惩，但念其事先尚不知情，特准从轻发落，连贬3级，罚没1年俸禄，即刻生效。公公救我！求您在皇上面前替小臣美言几句啊！
这已是圣上格外开恩了。哼，若不是看在贵人的面子上，你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还两说呢。贵人，公公，皇上为何会无辜赐下嫁衣给林宁？她不过是个不受宠的嫡女，还请公公指点迷津。哼，圣上的心思岂是尔等能随随便便揣测的？你只要知道，这天大的恩赐不是谁都能消受得起的。公公饶命，微臣教女无方，微臣知罪。林大人，圣上早已知晓你们林府换亲之事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哈哈哈哈！你还有脸回来？都怪你，都怪你这个克亲的不孝女！皇上定是知道了你们姐妹相争的丑事，这下圣上定觉得我教女无方，治家不严，我这辈子的官争全被你这孽障毁了。此事与我何干？私藏御赐之物的是顾言，抢亲求嫁的是林婉婉，怎么到头来罪过全落在我头上了？你还敢顶嘴？若是你当初识相点，早些把婚事让给你妹妹，哪还会有这么多事端？你这个丧门星，你是诚心要害死林家才甘心？他是不是忘了，是他自知庶女身份卑微，配不上侯府门卫，才多番去信，字里行间都在逼我从边疆回来成婚。如今出了事，竟有脸全怪在我头上。林宁，你好狠的心！你既然明知道那身喜服是御赐之物，为何不早说？姐姐，就算你心里再不喜欢我，再恨我，可侯爷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拿侯爷的前途开玩笑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害我们？顾言，我实在料不到，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娶的是心爱之人，怎么，你连给他买一件像样嫁衣的钱都出不起吗？身为侯爷，不仅私心作祟，竟还有脸偷我的嫁衣给他穿，这种偷鸡摸狗的行径，圣上只是降你的职，都算轻了。听见了没？侯爷竟然偷大小姐的御赐嫁衣给庶小姐穿，这传出去，侯府的脸往哪搁？嘘，小声点，没瞧见侯爷那脸都紫了吗？这不是爱，这是穷酸加心术不振。夺我嫁衣，抢我姻缘，你以为爬上了侯府的床就能洗掉你身上这股子庶出的贼气？林婉婉，今日这抄家免职的下场，是你机关算尽换来的，你不冤枉。不是这样的！林宁，你这个逆女！爹，你不会以为圣上今日下旨，仅仅是因为一件嫁衣？错了。圣上是斥责你，你身为家主偏心庶女，导致乱了尊卑体统。可你不仅不自省，反而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我，连这点圣意都揣度错了。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谁？阿宁，是我。陛下一国之君，怎么做起了梁上君子？听闻你今日在大婚当日被当众退婚，阿宁，我特别开心。3年前你救驾有功，我本想封你为后，可你倒好，连个名号都不领就跑了。如今顾言那不识好歹的蠢户自寻死路，对他来说你是弃妇，可对我来说，这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阿宁，入宫吧。陛下错爱，臣女承受不起。臣女这双手是用来握刀杀敌的，心系的是边疆黄沙，早就断了儿女情长。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只要你还在这京城，总归是跑不掉的。说吧，想让我怎么帮你？那个顾言，还有那个林婉婉，只要你想让他们死，我随时可以成全。不用，那种人杀了只会脏了我的手。陛下若真心想帮我，便赐我一道圣旨，让我光明正大的做戍边女将军。我要让这京城的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宁绝不是只能待在后宅任人摆布的废物。好，不愧是我的阿宁，3日后我定让你如愿以偿。
定是圣上。圣上他终究还是记挂着顾家的功劳。侯爷，圣上一定是后悔了。这车是专门给我们准备接我们回府的吗？定是皇上补偿我的。哈哈哈，我就知道，这京城离了本侯，圣上连觉都睡不安稳。站住！反了！你们简直是反了！瞪大狗眼看清楚本侯是谁！本侯哪怕暂时贬值，也是圣上的宠臣。没长眼的东西！这可是皇上赏赐给侯爷的马车，你们也有胆子来？耽误了回府的时辰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朕竟不知，朕的马车佘时成了赏赐给你的玩物。皇上，圣上恕罪，臣该死，臣该死，臣以为。圣上，一切罪责皆在臣一人。婉婉柔弱，对此事一概不知，此事与他无关。皇上，全是林宁，这贱人故意隐瞒嫁衣是御赐之物，诚心看着臣犯错，看顾家出丑。他心肠歹毒至极，还请皇上重重责罚。哦，是他害了你？是，就是他。这个杜甫见不得臣宠爱婉婉，设下此计。贱人，给皇上跪下认错！你可知，朕从不许他跪任何人。顾言，你该死！阿宁，没事吧？这点力气伤不到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过是一个皇上，你为何对他？顾言，你是不是觉得朕的大将军配不上你这区区侯府？大将军，诸位听着，林宁并非你们口中只会舞刀弄枪的粗鄙嫡女，而是朕亲封的镇北将军。她是我朝建国以来唯一的未同封侯的女将军，更是3年前在雁门关外以3000铁骑大破北敌10万大军，保我大印江山的盖世英雄。老爷，阿宁，你不是一直在庄子上学规矩吗？怎么会是女将军？皇上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学规矩，爹，你何时关心过我？哪怕是一次。我离家第1天便投身军营，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时你在哪儿？后来我立功重伤，身份暴露，军中那些顽固要问罪于我，你又在哪儿？是皇上微服到访，非但没怪我，还允我以女子身份从军。我一路杀敌，九死一生才拼下这将军名号。若非你装病逼我履行婚约，我此刻应在边疆饮马，而非在这里看你们这些丑态。顾言，我本不愿违背婚约，即便我从未喜欢过你，也打算收敛锋芒，回京嫁入侯府，相夫教子，为你撑起门楣。可你和林婉婉却在大婚当日让我颜面尽失。阿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那都是被蒙蔽了呀。只要你肯回来，我立刻重新准备8抬大轿，3书6礼，风风光光迎你进门。你依然是侯夫人。混账！你竟敢生出这种龌龊心思！你想让朕的大将军给你做妾？不是妾。皇上，臣的正妻之位一直是阿宁的。婉婉，林婉婉她不过是个庶女，她只配做个妾室。我不依！夫君，你说过只爱我一人的，你说林宁粗鄙，你这辈子只会疼我一个。现在我们成婚不过3日，你竟为了权力要休了我！够了！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份！你一介庶女，能进我侯府做个妾室已经是高攀了，给我滚开！林宁，这种人不配你动气，更不配脏了你的手。传朕旨意，从今日起，林宁不再是林家女儿，她只是朕的镇北将军。至于这门婚事，朕做主，废了朕的将军，尔等不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林宁镇守边关，护国有功，乃巾帼英雄之典范，特准其另立门户，赐京中将军府邸一座。从此往后，林宁将军与林家再无瓜葛。10年了，整整10年，我终于彻底摆脱这个吃人的家了。林宁，谢皇上隆恩。阿宁，你当真要走？你是林家的嫡女，是我的长女啊！
自古哪有嫡女抛下老父另立门户的道理？你这让外人怎么戳我林家的脊梁骨？你怎能？你现在想起我是林家嫡女了？当初你为了林婉婉逼我让出正妻位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林家嫡女？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林家嫡女林宁，只有镇北将军林宁。另立门户，凭什么？这本当是侯府的荣耀。顾言，你若再敢对将军有半点不敬，朕不介意让你在三品的位置上再别3级。阿宁，将军府邸我已命人里外收拾妥当了。你若是不想再多看这些倒胃口的人一眼，我这就让人送你过去。不必，明日一早我便回边疆。好，都依你。林将军，您是大英雄，咱们京城的百姓都听说了，雁门关是您守住的。若不是将军守国门，哪有我们的太平日子过？那顾家真是瞎了眼，为了一个庶女，竟让将军蒙羞。林将军，保重啊！巾帼大英雄。这3年在边疆吃的苦，受的伤，在这一刻都值了。阿宁，等等，等等！阿宁，你真的要走？你居然真的要回边疆？顾大人有何贵干？阿宁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是被林婉婉那个贱人蒙蔽了，没看清你的好。呸！不要脸！当初为了娶庶女，大婚当日当众换亲，把人家林将军羞辱成什么样了？现在瞧见人家成了大将军，手握重兵，他又想休了庶女来求复合，这如意算盘打得全京城都听见响了。这种男人简直是天下第一渣男。对，阿宁，我是真心的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不然你也不会。朕的大将军，也是你这等烂入泥沼的鼠辈能消想的。皇上，顾言，记清楚你现在的身份，若再敢纠缠将军半分，朕不介意现在就废了你。林宁，你当真要这么绝情？这京城谁不知道你我是自幼的婚约？我不过是……顾言，闭上你的嘴。顾言，开口说话前先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配提婚约2字吗？阿宁，我其实是……这一鞭是替我自己打的。当初大婚之日，你利用仙人婚约将我骗回，又当众换亲，让我颜面尽失，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这一鞭仅仅是利息。顾言，你记住，从此往后你我恩断义绝，生死不相干。你若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纠缠半分，我必杀你。出发！将军保重，林将军，咱们京城百姓等着您凯旋。凭什么你还是大英雄，而我却成了人人喊打的烂泥？林婉婉，你这个贱妇，你竟然还敢出现！林婉婉，你满意了？若不是你当初不知廉耻的纠缠我，若不是你任性妄为，以出家相逼，我怎么会错过阿宁？我怎么会丢了爵位，成了京城的笑话？你这个丧门星，我的前途，我的侯府全都没有了，都是你害的！夫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啊！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张虚伪的脸，给我滚！活该！这种烂人就该是这种结局。瞧瞧，这就是那个抢嫡姐婚事的下场，真是报应啊！可不是嘛！当初2人在侯府大堂演戏的时候多威风啊！现在狗咬狗一嘴柔，真是精彩！呸！
这一对狼心狗肺的狗男女终于自食恶果了。快看，那是咱们林将军。自打他回来，我这心都踏实了。那是，镇北将军回城，那些北狄麻子连试探都不敢了。边疆的风虽然硬，却比京城那些虚伪的脂粉味要干净。这里没有后宅阴私，没有恶心的嫡庶争斗，这里只有刀剑，只有赤诚。这才是我林宁该待的地方。将军，您刚回来，北狄那帮杂碎就老实了不少。原本还在边界线探头探脑，现下连夜退避50里。嘿，这就是咱们镇北将军的威慑呀！北狄人最是奸诈，他们贼心不死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对了，京城那边可有消息？那可太有了，将军，您这大将军身份一亮，圣上又亲自给您另立门户，现在上京城那边可热闹了，简直是出大戏。哦，怎么个热闹法？听说那个顾炎，自打您走后就跟疯了一样，当初为了那个庶女闹得满城风雨，现在倒好，他把在圣上那儿受的窝囊气全都撒在了林婉婉身上，成日里在府里摔盆砸碗，骂他是克夫的丧门星，坏了他一辈子的前途。他现在哪还把林婉婉当人看，成日里冷落他，还一个劲儿的往府里纳妾，什么莺莺燕燕都往屋里领。如今的侯府里小妾成群，整天掐架撒泼，闹得是乌烟瘴气。前阵子京城的债主们齐齐上门讨债，把侯府大门都给堵了。您猜怎么着？那些债主在门口闹得翻天覆地，顾炎那小子竟然还窝在小妾房里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最后侯府管家没招了，只能做主，把林婉婉带过来的那些压箱底嫁妆全翻出来抵了债。嘿嘿，那林婉婉哭的眼泪都干了，也没能留住一片金叶子。林婉婉当初费尽心机抢走的那些所谓荣华富贵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场笑话。林婉婉现在也够惨的，府里那些下人精明的很，都知道她这正妻之位是怎么来的，平日里对她各种冷嘲热讽，没一个拿她当主母看。听说她成日躲在屋里以泪洗面，整个人憔悴的不像样。她是罪有应得，往后上京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好，他疯了吗？身为一国之君，竟然真的追到了这古寒之地。阿宁，陈琳宁参见陛下，不知陛下亲临，有失远迎。阿宁，我想你了。这半年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。陛下，众目睽睽，请自重。不放，阿宁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京城的桃花开了3回，我却只看得到你离京时的背影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以江山为聘，求娶你为后。陛下，您疯了！自古以来哪有武将为后的先例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深宫束缚，不喜欢那些繁文缣节，所以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入宫后你不必困于那4角宫墙。我会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守国门。这大邑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给你的聘礼。以江山为聘，陪我守国门，这世上竟真有帝王愿为我一介女子弃宫廷富贵于不顾，奔赴这万里黄沙。陛下，您贵为万城之躯，何苦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？何苦？阿宁，这世上万物皆有价，唯独你，是我即便舍了这天下也要求得的，因为你值得。阿宁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、最耀眼的女子。我萧炎寒不需要一个躲在深宫高墙下相夫教子的傀儡皇后，我想和你并肩而立，亲手拓开边疆，去看这大好河山。好，阿宁，你答应了，你答应了，你终于答应了，我终于能娶到你了。陛下，快下来，将士们都看着呢。快看，那就是咱们的巾帼英雄镇北将军林宁。这种感觉从未有过，原来除了边疆的险，这京城的烟火气也能让人心中如此充盈。阿宁，你向来不习惯这般喧闹，你若不喜欢这份热闹，我便让禁卫军将他们散了，给你留个清静。不必，这是你拼了命给我挣回来的体面。
也是这江山给我的体面，我收下，甘之如饴。只要你喜欢，这世间最好的体面，我都会亲手递到你面前。阿宁，阿宁，我的亲闺女，阿宁，爹在这儿，爹亲自来接你了。当初我被顾言当众退婚羞辱，你在堂上骂我不知羞耻；我被圣上接走另立门户，你冷眼旁观。如今见我要封后了，你却跑来演这一出父女情深，晚了。阿宁，爹错了，爹以前是猪油蒙了心，爹瞎了眼啊！爹不该偏心林婉婉那个丧门星，不该对你不好。哟，这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林大人，怎么落魄成这副鬼样子了？听说他以前宠妾灭妻，把咱们林将军当草芥一样赶出门。现在将军封后了，他倒有脸跑出来认女儿。对，就是这种爹，趁早断了干净，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求女儿了，真是厚颜无耻。阿宁，千错万错都是爹的错，只要你肯点头认回林家。阿宁，自打我娘死后，你眼里便只有那个王氏。我从战场死里逃生回京，在你眼中也不过是攀附权势的联姻工具。这样的父亲，不要也罢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惊扰圣上龙驾！阿宁，救我！我是你爹啊！阿宁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早在10年前，我心里就没这个爹了。什么人？林宁，林宁，你给我出来！林宁，你给我停下，不准走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是她当皇后啊？你凭什么？你本该是我的妻子，你是我的！你这个贱人，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陪葬！有刺客护驾！杀得好！这种反复无常、攀附权贵的畜生，早就该死了，活该！这就叫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怪不得旁人。侯夫人，我是侯夫人，死了，全死了。女子受封皇后，竟着甲胄配长剑，真是古今未有。他可是凭一己之力大破北狄的镇北将军，谁敢说半个不辞？大典继承，百官朝拜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！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任人欺凌的邻家嫡女，也不再是隐姓埋名的女将军。我是大雍的皇后，是与天子并肩的女人。看，是皇后娘娘亲自领兵，娘娘未曾松懈练兵，咱们大雍必胜！北狄贼子，3年前放你们一马，竟还敢来犯！众将听令，杀！我带兵追击千里，将北狄精锐尽数围杀。此役过后，北狄俯首称臣，再不敢轻易踏入大雍疆域一步。大印皇后林氏智勇双全，辅佐君王，亲征北狄，拓土千里，乃千古第一先后。娘娘班师回朝了，国土千里啊！我那从军的儿子终于能回家了。你看皇上的眼神，恨不得直接飞到娘娘马背上去。
阿宁，你受苦了。不苦，臣妾幸不辱命。皇上万岁，皇后娘娘千岁。陛下，臣妾亲征3年，见惯了边陲荒芜，现已拟好边境屯田册一份。臣妾提议将新拓的千里边境土地重新划分，安置北狄降族与中原流民，减免3年赋税，鼓励百姓开垦。唯有让居者有祠田，才能实现边境自给自足。长久下去，可裁撤5成驻军，省下千万军费。荒谬！这简直是祸国之举！皇后娘娘，您虽战功赫赫，却不知人心险恶。丞相言之有理，若那些蛮子吃饱了饭转头就杀人，谁来负责？是啊，边境本就是凶险之地，给流民土地也就罢了，给降兵简直是引狼入室。魏相，你觉得一个人如果有房住、有地种、有妻儿老小要养，他还会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去打仗吗？北狄百姓也是爹娘养的，连年征战导致他们颗粒无收，不去抢他们就得饿死。给他们活路，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扎根，边境自然安稳。这比每年砸下白银1000万两，维持10万大军戍边要划算得多，也稳固得多。那只是你的臆想，圣贤书上从未说过可以与蛮夷共享社稷。烧死兄弟，亡国！够了！此事关乎大英100年国运，确实非同小可。今日争执不下，便容后再议。退朝。荒谬，简直是荒谬绝伦！林宁那一介武夫，除了舞刀弄枪，他懂什么朝政，懂什么治国之道？丞相女人在边疆待久了，浑身都是野性。她今日在朝堂上提的哪里是屯田，那分明是要引狼入室，自毁长城啊！她这是在挑战咱们这帮老臣的底线。她一个女子，本该在后宫绣花弄草，如今倒好，不仅掌着军权，还要插手朝政大事。若是真让她这新政办成了，开了这个先例，咱们这些寒窗苦读守了半辈子社稷的老臣，往后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当年封后之时，我就说过女子掌军权乃是祸乱之兆，可圣上偏不听。如今你们瞧瞧，他这手都伸到国库和土地上来了。若是不把他拉下来，大禹100年的祖制都要被他毁于一旦。不能再等了，今日朝堂之上，圣上已经有所动摇。若是任由那屯田策推行下去，提拔起来的全是他林宁带出来的武夫和流民派，那这朝堂可就没咱们说话的份儿了。丞相，明面上咱们吵不过他，毕竟他有军功在身。想要让他翻不了身，咱们必须得剑走偏锋。老夫明白你的意思，必须找到一个能彻底扳倒林宁的把柄，一个能让圣上都保不住他的死罪。女子掌权，私通外敌，贪墨军饷，只要能让他跌下神坛，任何手段都不为过。咱们必须在他这屯田策落地之前，让他从皇后的位子上滚下来。娘娘，听闻下朝后魏相就闭门谢客了，请了好几位老大人入府，怕是在商量怎么对付您的屯田策呢。那些老顽固眼里只有自个儿的地位，哪管边疆百姓的死活。随他们去吧，土里长出来的是庄稼，不是他们的圣言书。谁能给百姓吃饱饭，谁才是真正的领。他们想要把柄，那也得看我林宁给不给他们这个机会。林宁，咱们走着瞧！滚开！丧门星，顾侯爷就是被你克死的，还想抢食？我是侯夫人，我是明媒正娶的。瞧瞧，这还是当年燕京京城的林二姑娘吗？林姑娘，你可知你落到今天个地步，到底是拜谁所赐？都是拜你那个好姐姐林宁所赐。当初若不是她心计深沉，当众羞辱你，抢了她的婚事，顾侯爷怎会被圣上厌弃？若不是她步步紧逼，害了顾侯爷的命，你现在本该是在侯府享尽荣华富贵的侯夫人啊！林宁，如今她当了皇后，竟然还要把北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贼引进关内，她这是要通敌叛国，要毁了大雍的江山。这种妖后怎配坐稳凤位？只要你肯站出来，在3日后的早朝上当众指证林宁通敌叛国，我们家大人不仅帮你报了杀夫之仇，还能挥赐你一世富贵，让你再也不用过这种苦日子。报仇！我要让他死，我要让他跟我一样烂在泥里。
娘娘，魏相的人今日出城了，去了京郊破庙，像是寻到了灵儿小姐。林婉婉，那看来魏相是真的黔驴技穷了，竟然要指望一个疯子。娘娘，她是您的亲妹妹，若是她在大殿上胡言乱语，说些什么通敌的脏话，怕是众口铄金啊！她不来，我还嫌这出戏不够热闹。她若是真来了，正好把3年前那些旧账一笔算清。林宁，你以为你掌握了兵权就能掌控天下？在这朝堂之上，名声能让你登天，也能让你坠地。3日后，老夫要让这大义的江山再无你林宁立足之地。听说了吗？圣上今儿要陪娘娘去京郊看粮仓，说是为了那屯田策筹粮呢。娘娘回京后就没闲着，满朝文官都盯着呢，怕是不太平。民女有冤，民女要指证当朝皇后，通敌叛国。大胆疯妇，竟敢惊扰圣驾，污蔑娘娘，拿下！倒是没想到，他还活着。林宁，你这个妖后，你在边疆3年，早就跟北狄勾结好了。你那屯田策就是为了给北狄人腾地方，你害死我夫君，害我林家落魄，我要让你陪葬！通敌叛国，看来朕的新政确实让某些人坐不住了，连这种疯妇都敢往宫门口送。陛下，此人风言风语，是否乱棍打死？打死？那岂不是便宜了背后那群缩头乌鸦？传朕旨意，不必出宫了，回大殿，把这个疯妇带进去，朕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亲自审问。既然想闹，那就闹得彻底一点。陛下，民女虽然身份卑微，但一颗赤诚之心天日昭昭，民女没有说谎，更不敢欺君啊！让他说，朕倒要看看这黑白是怎么颠倒的。当年他隐瞒嫡女身份，女扮男装潜入军营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报效国家。他在边疆3年，其实早就和北狄将领私通勾结了。私通外敌，这可是诛九族的重罪。3年前那场雁门关大捷，难不成真的有猫腻？他所谓立下的赫赫战功，根本就是假的，那都是他和北狄里应外合演的一场大戏。他暗地里把咱们大义边疆富饶的土地送给了北狄，换取北狄撤军支持，好让他能携战功回京，逼着陛下立他为后。林婉婉，你编瞎话的本事倒是比你那点宅斗手段长进不少。大胆！陛下，他是灾星啊！他害得林府败落，现在他又想毁了整个大义。那屯田策，对，那屯田策就是他给北狄留的暗桩。等北狄降兵入关，他就会里应外合夺了陛下的江山。陛下，您英明一世，可千万不能被这个狐媚毒妇给骗了呀！说完了吗？林婉婉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年救下陛下的那一箭是本将亲手射出的？若本将真想勾结北狄，3年前那场雁门关大火烧掉的就不会是北狄的粮草，而是陛下的御帐。看来这出戏排得不错，朕倒是很想知道谁给你的胆子。陛下，臣等有本启奏。皇后林宁欺君罔上，通敌叛国。如今罪证确凿，更有其亲妹当众指证，臣等为大拥江山计，恳请陛下立刻废后，将林宁打入天牢，以正国法。请陛下废后。陛下，妖后误国，私通外敌，此等行径若是不成，如何对得起3军将士？若不废后，祖宗惩罚何在？社稷安危何在？罪证确凿，就凭这疯妇的几句风言风语，魏相，你今日闯入御书房，是想教朕怎么做皇帝吗？陛下，
臣等皆是辅佐过3朝的老臣，若陛下执意要包庇这个通敌的妖后，寒了全天下文臣的心，那臣等这些老朽今日便只能在此辞官归乡，远离朝堂，请陛下废后。陛下若不肯，臣等便长跪不起，辞官明日。请陛下废后。魏相，辞公明日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，若皇上不听你的，大雍的朝堂就要瘫痪了？哼，老臣只是不忍见江山断送于妇人之手。魏雍的势力盘根错节，此刻若强行格杀，文臣集体罢官，新政必毁。阿宁的屯田策还没落地，不能在这儿被他们掀了桌子。此事朕会派人彻查。既然你们要证据，朕就给你们证据。3日后就在这御书房，朕给你们答复，给全天下一个交代。现在全都给朕退下！老臣领旨，3日后臣等再来宫听圣谕。阿宁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急于推行新政，没看好这帮老东西，竟让他们敢在宫门口就这样联手污蔑你。这不怪你，这帮老顽固守着那些腐朽的组织当宝贝，早就看我这个女子掌权的皇后不顺眼了。这次借着屯田策的事情触动他们的利益，他们要是再不跳出来，我倒要怀疑魏相是不是转了性了。这次我倒要看看魏雍那条藏了10几年的老尾巴还能夹多久。我已经派出全部暗卫对全京城进行搜捕，彻查魏雍这些年私下里侵吞军饷、结党营私的勾当，还有林婉婉那个疯女人。她一个乞丐怎么可能精准地出现在宫门口告御状？这中间的接头人我定要揪出来。阿宁，这江山是咱们并肩打下来的，我信不管这3天他们玩什么花招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若是他们执意要逼宫，朕不介意让这金銮殿见见血。陛下，杀人不如诛心，既然魏相要演，那3日后咱们就陪他演一场能载入史册的大戏。大人，陛下已经派暗卫动了，咱们是不是得……哼，让他动，老夫早就准备好了替罪羊。林宁以为他能赢，那咱们就让他在3日后亲眼看着大印的百姓是怎么唾弃他这个通敌皇后的。启奏陛下，暗卫连夜排查，已经抓到了魏相的尾巴。说，前几日魏雍的心腹管家确实去过京郊破庙，亲手交给了林婉婉1大笔银子，那是专门用来在黑市流转的现银，标记已经被我们拓印下来。陛下，臣等顺藤摸瓜，查到了这些年魏雍一直在私下联系北狄的那些旧贵族做买卖，他仗着丞相职权，暗中偷运大英禁运的盐和精铁，直接卖给北狄部落，从中赚取了巨额的黑心钱。盐铁关乎国本，他身为丞相，竟然拿大运将士的命去换北狄人的银子。娘娘，奴婢刚才听隐卫司那边的小太监嚼舌根，说是查到了魏相和北狄贵族的老账。以前我就在想，为何我大破北狄时，边境总有官盐和废铁流向关外？原来这根子出在朝堂正中央。娘娘，这帮老大人也太狠了！您在边境拼命，他们竟然在背后捅刀子，难怪他们死活反对您的屯田策。那是自然，屯田政策要在边境设立官营的护市，还要严密排查所有出关的货运通道。这不仅是抢了他们的肥肉，更是直接断了魏雍那一党的财路。哼，官营护市一开，走私的盐铁不仅卖不出高价，更会被严查。魏雍若不扳倒我，他在边境经营了10几年的金库就得彻底崩塌。这不是政见之争，这是在割他的心头肉。大人，宫里眼线传信说隐卫司那边动静不小，似乎是在查边境那几条商路的事。慌什么？只要林宁通敌的罪名在3日后定死，死人查出的真相就没人会信。他断老夫的财路，老夫就断他的生路。林宁，3日之后，咱们就在那大殿之上见真章。陛下，随着魏雍走私盐铁的线索深挖，臣等在其隐秘司库中查到了更惊人的旧账。说，朕倒要看看这个国之著述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。这些年，朝中5品以上官员竟有30%曾向魏雍纳贡过。不仅如此，他结党营私，通过吏部考核，强行安插自己的门生，占据了户部、兵部等数10个要职。好一个魏相，朕的朝廷竟成了他的魏家班。最让臣等惊骇的是，3年前的雁门关大战，魏雍曾联合户部门生，借灾荒，故意克扣沿护法往边疆的3万担军粮。克扣军粮？是，当时前线将士已断粮3日，若非林将军，若非他当机立断，
亲自带兵突袭北敌后方，抢回辎重，并自掏腰包变卖家地，向西域商队换粮。那次大战，我大拥3万将士，怕是都要饿死在雁门关外。他这是在朕的背后捅刀子，拿朕的将士、朕的江山在赌命！贪赃枉法、收受贿赂、结党营私，再加上这一条克扣军饷、谋害将士，这些证据每一条都足以让他卫心满门、抄斩、抄家灭族。他以为能在3日内扳倒我，却不知道这3天是我留给他交代遗言的时间。林宁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来这里看我笑话？魏丞相已经答应我了，3日后就是你的死期！林婉婉，你真的以为魏庸那些人是在真心帮你？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你一个流落破庙、连狗都嫌的乞丐，凭什么能让当朝丞相费心思？他们给你的那点银子根本不是救命钱，而是买你这条命的送终钱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只要大殿之上你指证完毕，不出3个时辰，你就会死在回家的路上。毕竟只有死人才能守住通敌的秘密，而魏相从来不留没用的活手，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想离间我们，你想救你自己的命。救命？凭魏庸那几个跳梁小丑，还不配要我的命。既然想算账，那我就陪你算个清楚。你一直觉得是我害死了顾言，当年顾言的死是他自己不知死活，他借着酒劲拦我的銮驾，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拔刀行刺，他自己要找死，关我林宁什么事？若不是你毁了侯府，他怎么会疯？是你抢了他的荣耀！抢？林婉婉，你一直以为当年你抢了我的婚事，我会痛不欲生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在乎那门婚事，更不想嫁给顾言那个草包。只有像你们这种蠢货，才会把烂泥当成宝贝，还拼了命的去抢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被他们骗了，他们只是利用我，把我当成一个随时可以扔掉的棋子。你所谓的尊严，就是靠卖国贼施舍的几两银子撑起来的。林婉婉，你真是蠢得无药可救。姐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对不起你，我愿意指证他们，我愿意把魏庸派人教我做的事、说的话，全都一字不落告诉陛下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姐姐，我是你亲妹妹啊，哪怕是为了林家的名声，求你再拉我一把。林家的名声早就在你抢亲那天被你毁干净了，至于原谅，那是佛祖的事，你能想通就好。3日后的金銮殿是你唯一的赎罪机会，是生是死，全看你自己那张嘴能不能把魏庸钉死在耻辱柱上。我指证，我一定指证，只要能活下去，我什么都说。娘娘，人带到了。拖后娘娘。当年雁门关外，我一枪挑落你的王旗，却留了你一条命。如今有人在大义的朝堂上拿那一仗做文章。做文章？他们说那是交易，简直荒唐。魏庸那一党指证我与北狄私通，说那场胜仗是你我合演的戏，目的是为了送还大英土地。那是对勇士最大的羞辱。当年我的部落被娘娘打得溃不成军，我的亲卫战死沙场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好，3日后我要你亲口告诉那些满口组织的老顽部，真相是什么。陈胜，3年前雁门关大战，原本该送到的3万担军粮，为何迟了7天？将军，那是路上突降大雨，道路泥泞，下官……别拿老天爷当挡箭牌，暗卫已经查到了，魏庸的门生下令被封锁了官道，而你手中的批红是直接从丞相府出的。那次大战，我带兵断粮3日，最后变卖了生母留下的遗物，才换来一口吃的。若非我命大，那3万将士早就饿死在关外。陈胜，你想过那些被饿死的兄弟吗？下官也不想啊，魏相拿全家老小的命威胁下官，若不照办，下官活不到天亮。今日朕在这里，你若指证，朕保你全家；你若继续隐瞒，魏庸还没杀你，朕先让你满门抄斩。陛下让皇后娘娘饶命，下官愿意指证。下官手里还有当年魏相亲笔批复的密信，下官这就交出来。魏庸，你克扣将士性命的这笔旧账，也是时候清算了。陛下，娘娘，证据全了，这是魏庸这些年通过京郊黑市与北狄旧部贵族往来的亲笔信件。魏相的字迹果然苍劲有力，这一句金帖子3000斤，盐500石速运，写的真是不偏不倚，正好在大破北狄前夕。还有这些账本上记录的贿赂名单，从户部到吏部，涉及官员多达60余人。
原来咱们大殷的朝堂早就被魏相明码标价的卖了个干净。好一个魏庸！朕在大殿上尊他为丞相，敬他是3朝元首，朕竟然养了这么一个狼子野心的白眼狼！他竟然敢私卖盐铁，通敌叛国，更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用这种下作手段污蔑皇后！他这是在掘朕的江山根基！陛下，这些证据每一条都足以让他魏贤满门抄斩，抄家灭族。他既然想在大殿上定我的通敌之罪，那咱们就让他求仁得仁。阿宁，你受的委屈，朕会让他100倍偿还。这一次，朕定要把他在朝堂上的那些党友全部清理干净，一个不留。丞相大人，3日之期，明日便满。这2日，微臣派人盯紧了交房殿和御书房，里面静悄悄的，连个传旨的小太监都没出来。哼，我看圣上和那林宁是彻底怕了，那是通敌叛国的重罪，林婉婉又是个活证人。他们除了缩在屋里等死，还能玩出什么花招？怕，光怕可不够。明日上朝，林宁若不滚出凤位，老夫要让这金銮殿变天。若是明日圣上还敢顾左右而言他，执意要宠信那个祸国妖后，咱们这30几号人就当场摘冠辞官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明日老夫要让他们夫妻2人知道，谁才是这大一朝真正的天。陛下，相府那边的消息传回来了，魏庸已召集了所有私党，准备明早集体辞官逼宫。辞官？朕的大衣少了这帮蛀虫，倒能清静不少。还有，他们安排了地痞流民要在宫门口煽动百姓，口号是妖后误国。魏相这出民怨沸腾排的真是不错，可惜他忘了，这大义的江山到底是谁在风沙里一刀一将守下来的？百姓要的是吃饱穿暖，不是魏庸那几张虚伪的圣贤皮。阿宁，他们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明早的逼宫上，他们以为朕会投鼠忌器，却不知道朕手里攥着的是他们魏家全族的断头台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宣武门、安定门守备不动声色，朕要等他们全部入局，再一个不留的清理干净。老姐姐，明儿早上这天怕是要塌了。我听相府那边的小厮说，明儿百官要集体罢官。塌了？你瞧瞧娘娘回京后办的那几桩差事，哪件不是为了咱们这些受苦人？这天塌不塌，得看皇后娘娘手里的剑肯不肯答应。启奏陛下，御林军3000精锐已全部就位，宣武门、安定门已由末将亲信接管。相府司据的死事若敢变动，格杀勿论。魏宗经营这朝堂20年，根深蒂固。今日，朕要拔了这颗毒瘤。陛下，魏宗那帮人已经到午门外了，36位文臣联名请辞。这场戏，他们可是押上了棺材本。阿宁，害怕吗？今日之后，这大义朝廷可能会空出一半。怕，在关外被10万敌军包围时我都没怕过，何况是群只会玩嘴皮子的老贼。今日，咱们不仅要清了这朝廷，更要为屯田侧劈开一条血路。兄弟，瞧见没？那是当年的军粮陈胜，还有北狄的王子。娘娘把这些人都带进宫了，看来今儿早上那帮老大人们是真要倒大霉了。都记清楚了，在大殿之上，你们只需说实话，本宫保你们不死。若敢有半句虚言，魏庸还没被砍头，你们就先去陪顾言。姐姐放心，我一定指证魏相，我绝不敢再骗陛下了。皇后娘娘放心，这种背地里克扣军粮、私卖盐铁的烂人，我最是瞧不上。陛下，3日之期已到。这3日来，京城流言四起，边疆军心动荡，皆是因为您迟迟不肯废除那通敌叛国的妖后。恳请陛下废后，以平民愤。魏相这是在拿命逼宫啊！皇上若是再保娘娘，这朝堂怕是真的要瘫了。看这架势，魏相今天不拿走封印是不肯罢休了。以死明志，魏相，你这是在威胁朕？老臣不敢。老臣是一片赤诚，为了大雍100年江山啊！陛下废后吧！林宁，你竟敢公然带刀入殿，你果然存了谋逆之心。魏相，你闹了这3日，不就是想要一份证据吗？你要的证据，本将带来。启奏陛下，此乃暗卫从相府司库密室中搜出的铁证。魏相，你要的证据，每一张都盖着你的丞相私印，你要不要亲自对对笔记？宣，
人证入殿。陛下，民女有罪，是魏庸，是他派心腹到破庙找到我，给了我1袋银子，教唆我颠倒黑白。大英的皇帝，本王子在此作证，3年前我是被林将军打得心服口服才称臣纳贡。若真有交易，本王子何必折损3000精锐？这种羞辱勇士的脏话，怕是只有这种老骨头才编得出来。魏相，你口口声声为了大用社稷，可你的每一分家都沾着将士的血，每一封密信都迈着江山的土，你的死节到底是为了谁？魏庸，朕待你不薄，你却拿朕的江山去北狄换银子，拿朕的将士去战场送命，你当真是朕的好丞相？传朕旨意，魏庸结党营私，通敌叛国，诬告当朝皇后桩桩件件罪无可赦，着令即刻革去其所有官职，剥夺爵位，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其家产悉数充公，3族之内凡及成年者，悉数流放边陲3000里，永世不得入关。魏相走了，你们不是要以死明志吗？珠子就在那儿，怎么没人撞了？陛下饶命！臣等是魏庸蒙蔽了双眼，绝无谋反之心呐！陛下开恩，老臣糊涂，老臣糊涂啊！其余附和的官员，凡是今日参与逼宫联名者，念在尔等受人蒙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全部降职3级，罚俸3年。若再有敢妄议新政、结党营私、阻碍屯策者，魏庸就是你们的下场，严惩不贷。臣等叩谢隆恩，陛下万岁，娘娘千岁。老兔，这新下来的种粮就是好，眼瞅着今年是个丰年。全靠皇后娘娘给地种，还给减免3年粮税。以前在草原抢破头也吃不上一顿饱饭，现在这心里踏实，可不是吗？自打屯田策推行，咱们军营开支省了1半，现在驻军都改成半练兵半种地了，没仗打，大家都能活着回家看爹娘。阿宁，当初你说你想回边疆，是因为京城只有算计和阴私，如今你看，这天下终于是你想要的样子了。有你在，这江山我守得安心。陛下，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江山，也不是我林宁一个人的，这是咱们大庸百姓的江山，也是我们的江山。既然我们要守，那就一起守，守着万里疆土，守着人间烟火，也守着咱们这一辈子。